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还敢提离婚？我们养了你3年，养出来个白眼狼是不是？陈海生，要不是你死乞白赖赖在我们家不走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你这种废物？如果不是我们家，你这辈子都只能是个乡下人。我是废物，你家现在住的这房子，当初是谁买的？3年来你们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是谁花的钱？妈，姐，你们先别跟这废物吵了，小文一家都到楼下了，你赶紧滚去厨房待着。小文，你来了，亲家公、亲家母，快里面请。家里收拾得挺干净的。那可不，今天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家，那可一点灰都不能有。这位是？妈，我之前听雪峰说过，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，暂时住在这儿的。对，他是我爸老家一个亲戚的孩子，家里人都没了，我们家看他可怜，收留他住在这一段时间。结婚3年，原来在外人面前，我只配是你们家的远房亲戚。亲家母，孩子们的婚事我们没意见，但小两口结婚得有新房子吧？这房子首付……亲家公放心，首付我们家出。那就好。小文可是我家的掌上明珠，嫁过来可不能吃苦。还有，以后家里最好不要有外人。不会，等孩子们婚事定了，就让他搬出去住。陈海生，刚才谁让你出来的？我弟弟结婚可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，你出来捣什么乱？雪梅，我们结婚3年，身份就是你们家的远房亲戚，不然呢？跟他们说你是我丈夫，看你这副乡下人的穷酸样子，说出去我嫌丢人。对了，我妈说一会儿在帝豪酒店请小文爸妈吃饭，你就别去了，你身上那股鱼腥味太难闻了，去了只会丢我家的脸。帝豪酒店，江城最好的5星级酒店。我来林家3年，连家里的饭桌都没上过，更别提去什么5星级酒店。来，陈海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了让你在家待着吗？雪梅，小舅子的婚事儿，我这个当姐夫的不来，有点不合适。姐夫？雪峰，你不是说他是你家的穷亲戚吗？小文，你别跟他瞎说。你来这捣什么乱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亲家母，你家这个乡下人到底是谁？他真的是我们家一个穷亲戚，他脑子不太好使，我这就让他走。陈海生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赶紧滚回去！我不是他们家的什么穷亲戚，我是林雪梅结婚3年的丈夫，当牛做马照顾了他们家整整3年。陈海生，你这个乡下臭打鱼的，是不是疯了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？故意让我们一家人丢脸，是不是？林雪峰，你再说一遍，谁是臭打鱼的？你还敢跟我们甩脸子？说的就是你，你就是个臭打鱼的。这些年没有我们家养着你，你早就饿死了。我给你家当牛做马3年，在你们家连个名分都没有，还被骂是臭打鱼的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。陈海生，你什么意思？林雪梅，我们离婚吧。林叔的遗愿我已经完成了，今后我们各走各的路。离就离，明天就去民政局。你给我净身出户，休想拿走我们家1分钱。好，不过我老家的房子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婚前财产，你弟弟新房子的首付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陈海生，你就是个废物，离了婚就滚回你的破渔村，以后别来求雪梅跟你复婚。后悔？我做的决定从来没后悔过，也不需要你们的理解。3年没回来了，当年我是渔王，今后依然是。如今要重操旧业，得先攒钱买条新的渔船才行。海生哥，是你吗？你回来了！王小雨跟我从小一块长大，后来去城里上大学，没想到刚回来就遇上了。海生哥，真的是你啊！小雨啊，你怎么没在城里？我爸这2年身体不好，为了照顾他，我就回来了。
每天赶海捡点东西补贴家里。我爸妈走得早，小雨他们家对我很照顾。既然遇上了，那就帮一把。小雨，我记得王叔的病是心脏上的问题，去省城做手术要花不少钱。我这几天赶海攒了3000多。这速度太慢了，从明天开始，退潮的时候你跟着我。海生哥，你要带我赶海？我保证1个月之内让你凑够王叔的手术费。海生哥，这地方真有海货吗？这会儿刚退潮，竹村的栖息地刚好露出来，趁着没人，咱们多挖点。竹参就躲在这种泥沙地里，沙子表面会有它们留下的呼吸孔，这个就是。哇，好大的竹参，这东西在市场上能卖不少钱呢。退潮以后，倾泻的活动范围会转移到石头堆附近。小雨，去那边看看。哇，真的有！海生哥，你真的太神了！这些个头都不小，1斤起码能卖几百块钱。附近的石头下面应该还有不少。小雨，你慢慢捡。我去那边看看。海生哥，那边可是鬼礁，浪大礁石多，村里都没人敢去。他们不敢去，我敢。我当年可是渔王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走，找完去海鲜码头。小雨，又来卖货了。今天挖了多少蛤蜊啊？我操，这么多竹参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小雨，你这回收获可不小啊！这竹心个头都不小，这品相1斤得破100了吧？还有膏蟹，这个头还全是满膏的，这一桶得有30-40斤吧？小雨，你在哪儿抓的呀？这都是我海生哥带我抓的。陈海生，你这当年的渔王回来了？我听人说你不是不下海了吗？海生兄弟，你这青蟹我要了，市场价1斤300，我出350，全包了。我出400，卖给我420，还有那些竹升我也全要了。这个年轻人看着好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难道是他？恭喜你，成为江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渔王。这不是帝豪大酒店的老板苏总吗？完了完了，这些好东西看来跟咱没什么关系了。是啊，帝豪大酒店可是5星级酒店，人家不缺钱，咱可拼不过人家。这些青蟹和竹砧品相都不错，我全要了，按市场价2倍收。2倍？老板爽快。小雨，给客人过秤。哦，好的好的。青蟹35斤，竹树30斤，按市场价来算，差不多15000。这里是3万，你点点。海生哥，3万，真的是3万啊！小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陈海生，以前可是我们这儿有名的渔王。陈海生，名字也一样，渔王，难道他真是当年那人？可我听说他不是3年前在海上遇难了吗？我是帝豪酒店的总经理苏若莲，今后你要是捞到好货就联系我，我还按市场价2倍收。你给我留个手机号。抱歉，我暂时还没有手机。陈海生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怎么连个手机都没有？那我们今后怎么联系？苏总，留我的手机号吧，你要找他的话，找我就行。你是他女朋友？不是，我叫王小雨，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，现在是他的合伙人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以后你还有好货的话，请务必联系我。苏总，我这里还有点别的货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收？你还有别的？要真是好东西，钱不是问题。我的天，这么大，这个头全都是极品啊！乖乖，我好几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鲍鱼了。
没想到陈海生这小子一回来就捞到这么硬的海货，不愧是当年的鱼王啊！这些极品鲍鱼，我按2000一个收了，那几个更大的5000一个。不过我现金不够，你们跟我去酒店拿钱，跟我走。好，小雨，收拾东西，咱们走。妈，小文说他爸妈同意我们订婚了，等会儿他们就过来，今天跟咱们商量订婚的事儿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我早就说过，只要那个穷鬼一走，这事儿准能成。雪峰，你以后可得对咱妈好点儿。为了给你凑这新房首付，咱妈攒了一辈子的钱都拿出来了。那是必须的，妈你放心，我跟小文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好，好，好。对了，旭峰，今天这订婚宴可得选个好地方。放心吧，妈，我在帝豪酒店订了一桌海鲜宴，咱们先过去等着，小文他们随后就到。陈先生，我还有事要忙，你们先在这儿稍等一下，等会儿财务会把现金拿给你们。海生哥，这酒店可真大啊，装修的跟皇宫一样。能来这儿吃饭的人，肯定都是有钱人吧？小雨，这2天咱们再干票大的，要是顺利的话，到时候咱们就有钱买渔船出海。真的？海生哥，赶海真的能挣这么多钱吗？当然，今天咱们不就挣了8万？等会儿咱就在这儿吃饭，就当庆祝一下。你好，我们想先在你们这儿吃个饭，等会儿苏总安排的人来了，麻烦让他到餐厅找我。好的，陈先生，两位这边请，我带你们去餐厅。我果然没有认错，陈先生真的就是当年的鱼王，他真的回来了。苏总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苏总，明天江城有个投资峰会，晚宴定在咱们酒店，他们点名要吃最新鲜的极品海鲜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上哪儿去给这100多号人找新鲜的极品海鲜？苏总，要不我给市里的冷冻海鲜厂打个电话要电货？绝对不行，那群人都是吃惯了好东西的，是不是新鲜货，他们尝一口就吃得出来。可我已经联系了好几个捕捞队，他们没有那么多极品货，根本凑不出来我们要的数量。别人或许不行，但陈海生可是当年的鱼王，他一定有办法。小林，你马上去财务那边取10万现金拿过来，我要亲自给陈海生送过去。好的，苏总，我马上去。海生哥，咱就2个人，你点这么多干什么？吃不完的话，不是浪费钱吗？怕什么？吃不完就打包。难得来吃一次，当然要把招牌菜都尝一遍。妈，上次都怪陈海生那个乡巴佬捣乱，害得我们都没吃好。今天咱们可要多吃点。别提那个窝囊废，晦气。雪梅，以后你可要一定找个更好的，到时候带回去让他看看，气死他！妈，我现在才30出头，身材样貌都在，又没有孩子，随便找一个都比陈海生那个窝囊废强100倍。姐，你说陈海生那个废物现在在干嘛呢？是不是正趴在哪个垃圾桶里找剩饭吃呢？管他呢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他就算是饿死在外面，跟咱们家也没有一点关系。陈海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海生，你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你眼睛看不见吗？我们当然是来吃饭的。吃饭？就你一个臭打鱼的，吃得起这里的饭吗？看你这副德行，不会是刚从哪个臭水沟里爬出来吧？哟，帝王蟹、鲍鱼，你还挺会点啊！这一桌可不便宜，你有钱结账吗？不会是打算吃霸王餐吧？我说陈海生，你带一个小丫头来5星级酒店吃霸王餐，你是不是饿疯了？你们是谁？凭什么说我们是来吃霸王餐的？你又是谁？跟陈海生是什么关系？王小雨，我从小跟海生哥一起长大，现在是他的合伙人，原来是青梅竹马呀。行啊，陈海生，跟我才离婚几天，就勾搭上这么个小狐狸精了，是不是？林雪梅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我跟谁一起吃饭，跟你有关系吗？陈海生，
你就算是逞能，也不用来5星级酒店吧？这里人均消费2、3千块，你一会儿掏得出钱？雪梅，离这2个乡巴佬远点儿，免得一会儿人家以为他俩是跟咱们是一起的，咱们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小雨，咱们走吧。这里太吵了，影响胃口。走，我看是想逃单吧。服务员，快过来，这里有人吃霸王餐。闭嘴！谁说我们吃霸王餐了？小雨，别理他们。服务员，来一下。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你们酒店里有脏东西，我不想在你们这儿吃了。这桌子菜全给我打包。好的，先生，您今天一共消费6890元，请问您怎么结账？一顿饭花6800，他就是个穷光蛋。你赶紧叫保安过来，别让这俩吃霸王餐的跑了。你狗叫什么？我今天一天赚了8万块钱，一顿饭几千块钱，很多吗？这里是7000块钱，剩下的不用找了。苏总，陈先生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刚才餐厅那边汇报，有几个客人跟陈先生产生了争执，说他是来吃霸王餐的。什么？他可是咱们这次酒店提升口碑的关键人物。刁难他，就是断我们帝豪酒店的财路。走，我们马上过去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离婚的时候你不是净身出户的吗？姐，他一个臭打鱼的，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？你别被他骗了，肯定是偷的。对，陈海生，你现在长能耐了啊！没钱吃饭就学会偷钱了。幸好雪梅跟你离婚了，不然还得连累我们家。你们太过分了！这些钱明明是海生哥赶海赚的，你们凭什么污蔑他是偷的？他一个臭打鱼的，赶海赚这么多钱，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不成？陈海生，我劝你早点去自首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一会儿执法队来了，可别指望我们替你求情。你一家闹够了没有？我照顾了你们家3年，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陈海生，你还好意思说照顾我们家？结婚3年，你整天待在家里，你给家里挣过1分钱吗？你们现在住的房子，这3年家里的开销，那都是我以前挣的钱，还有你大学的学费也是我出的。呸！这些钱明明是我们家老头子的积蓄，他把钱都交给你了，你好意思说那是你的钱？林叔的积蓄早就被你给你儿子买车花光了。如果不是我这3年照顾你们家，你们能有现在的生活吗？你放屁！陈海生，你一个小偷还敢在这里大呼小叫！服务员，这人拿着偷来的钱来你们这儿吃饭，立刻报警把他抓起来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陈先生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你是谁？我们家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来管吗？你们放尊重点，这位是我们帝豪酒店的苏总，再无理取闹的话，就把你们全都赶出去。原来是苏总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人来你们店里想吃霸王餐，你快让人把他赶出去。胡说，我们已经结过账了，把钱退回去。苏总，您这是……对，他这种人不配来5星级酒店吃饭，更何况他的钱还是偷的。退了他的钱，把他抓起来送执法局。你看他穿得破破烂烂，身上还有一股恶心的鱼腥味，赶紧把他丢出去，别让他影响其他客人用餐。都给我闭嘴！陈先生是我的贵客，你们竟然敢这么侮辱他！保安，把这几个闹事的全部给我轰出去！苏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被赶出去的应该是他才对，他就是个穷鬼。你们说陈先生是穷鬼？陈先生，这里是你的报酬10万块，并且今后你来帝豪酒店，一切消费全部免单。苏总，怎么是10万块？我卖给你的货可不值这么多钱。陈先生，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，多出来的5万块是提前给你的定金。我知道了，怪不得你敢来这种地方吃饭，原来你这是傍上这个富婆了。林雪梅，我跟苏总是合作关系，果然在你们这种人眼里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
我跟你们无话可说了。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3个人给我扔出去！今后不允许再让他们踏进这家酒店。陈海生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林家跟你没完！事情就是这样，这次的晚宴对我们酒店打响名气很重要，希望陈先生你能帮我这个忙。苏总，晚宴是明天几点？明天晚上7点开始。陈小哥，我知道时间有点紧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？我明天上午出海捕捞，下午5点左右把货给你送过来，时间来得及吧？苏总，这次咱们需要的极品货不少，他们就2个人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放心，明天下午我一定带着货回来。交给你？你以为你一个人能抵得上一整个捕捞队吗？捕捞跟赶海可不是一回事。陈先生，我相信你，不过你们就2个人，真的有把握吗？如果缺人手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苏总，我信不过别人，我们虽然人少，但是足够了。好，如果你真的做得到，除了双倍市场价收你的货，我再额外给你10万块。那就一言为定。走，小雨，我们先去买装备。苏总，你不会真的把希望全压在这个人身上吧？他可是当年的鱼王，除了相信他，现在没有其他办法。如果连他都做不到，那明天的晚宴只能推掉了。海生哥，不是去买装备吗？怎么成买手机了？2台最新的手机2万多块，就算你今天挣了10几万，那也不能这么花呀。这才哪到哪儿，一部手机而已。这趟要是成了，咱们手里的钱就够买渔船了，到时候咱们就出海挣大钱去。海生哥，咱们现在只能租这样的小船，真的能行吗？怕什么？小船也是船，去近海足够了。等咱们这趟赚够了钱，咱们就去买大船。走，咱们出发。海生哥，前面是蛟龙湾，那里地形复杂，村里人从来都没人敢去，不能再往前了。别怕，小雨，这蛟龙湾我来过上百回，这里的每一块暗礁，没有人比我更熟悉，不会有事的。3年没有出海了，这里一切还是老样子。大海，我陈海生回来了。小雨，抓紧了，冲过这道弯，咱们就稳了。海生哥，你太厉害了，这地方好多年都没人来过了。没人来才会出好货，你来掌舵，我去甲板上看看。把船开到前面停下，那里有一大片珊瑚礁，下面一定有好货。小雨，你在上面等着，我下去看看。海生哥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咱俩都下去，万一渔船飘走了，咱可就回不去了。我一个人下去就行，你在上面看好渔船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果然，这里的海参没人来捞过，个个都吃得膘肥体壮。这一趟，光是这些海参就回本了。海生哥都下去半个多小时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搭把手，下面全是海参。我的天，这么多海参！海生哥，这海参快跟我胳膊一样长，这么大的海参我还是头一次看到，这得卖多少钱啊？下面还有呢，我再下去捞几趟。海生哥，咱们这趟出来，光是这海参就能卖不少钱吧？这一趟咱们运气不错，这附近应该还有大货，咱们再捞几网，把船舱装满就返航。小雨，那边围了好多海鸟，下面肯定有鱼群，把船开过去，咱们在那边下一网试试。好嘞，海生哥。就是这里了，下网。小雨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起网。海参哥好重，坚持一下，渔网马上就出水了，用力拉。海参哥是东星鳗，全是野生的东星鳗。
海参哥，这东西马好肥，一条起码有7、8斤重，这么多得卖多少钱啊？至少6位数吧。多少？6位数！我的天！海参哥，咱们这次真的要发财了！别光顾着高兴了，赶紧把这些鱼转移到活水仓，等会死了就不值钱了。咱们再捞2网就返航。这海鲜这么小，品质实在太差了，这种东西拿来招待客人绝对是不行的。苏总，我真的尽力了，这些是我跑遍全市所有的海鲜市场才收回来的，现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咱们需要的极品海鲜。再有2个小时，合作商就要来了，看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陈海生身上了。苏总，您还真的相信那个陈海生说的话呀？那么多捕捞队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到？喂，哪位？是我，陈海生，我出海回来了。陈海生，你回来了？这次收获怎么样？一般般吧，这次出海时间短，也就捞了点海参，还有几网东星鳗。苏总，你要不要来码头看看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马上备车去码头。陈先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些就是你们这次出海的收获吗？是的，苏总，你看看这些够不够你们酒店招待客人用？我的天，这海参这么大这么肥，一看就是上了年份的极品。苏总，这些东星鲍看着也是极品啊，一条足足有7、8斤重，绝对会让那些客人们满意。陈先生，你这次可是给我们酒店帮了一个大忙，这些真的是你们2个捕回来的？苏总，这些都是我海参哥一个人抓的，我只是打打下手而已。陈先生不愧是当年江城的鱼王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小林，马上让人把这些海鲜称重。陈先生，我想跟你合作，今后你固定给我们帝豪酒店供货，我除了双倍收你的鱼，再给你开100万的月薪，怎么样？苏总，你每次都这么高价收，就不担心成本吗？你带来的都是极品好货，我们酒店有了你提供的海鲜，口碑提升，招揽来的客人所带来的利润，要远远高出我收获的价格。海参哥，一个月100万保底，别人干几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。苏总，我现在连条渔船都没有，合作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可以，陈先生，你什么时候考虑好了，随时打我的电话。苏总，那边称重好了，海参是150斤，东星斑260斤。陈先生，我答应过你，这次你出的货我按市场价3倍收，这些一共给你60万，你看可以吗？多少？60万？王小姐，是不是觉得少了？你们给个价，如果合适的话，我这边马上安排财务转账。不是，苏总，我没觉得少。苏总，60万足够了。普通人听到60万的数字，反应应该跟这个王小雨差不多，可他却一脸平静，不愧是鱼王，果然不简单。那好，小林，让财务马上转账给陈先生。钱已经到账了，谢谢苏总。陈先生，今后要是有什么好货，麻烦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钱不是问题。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海参哥，你给我转了6万，这也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小雨，当初说好的分你1成，你就收着吧。可我也没出什么力，那些海参和鱼都是海参哥你抓的。小雨，我说过要带你发财，我陈海生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做到。海参哥，苏总刚才说想跟你独家合作，你怎么没答应他？一个月100万，多少人做梦都不敢想。100万在有些人眼里看着很多，但在我这儿只是小数目。我相信你，你可是鱼王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你一定能做到。小雨，我要买条船，真正的渔船。赶海和潜水赚的是辛苦钱，买船出海才是日进斗金。一条渔船少说也要几10万，海参哥，我这6万块你要不还是先拿回去吧。不用，给你就留着，咱们先买一条小渔船就足够，等挣了钱以后再换大渔船。那咱们现在就去买船吗？不着急，买船之前咱们先去找几个人。那是赵叔吧？我记得以前他是跟你一起出海的老伙计。
当年赵叔是我船上最好的操舵手，这片海岸线上没人比他更懂潮汐。赵叔，忙着呢。海生，你回来了。海生，你回来了？你不是在城里结婚了吗？回来有几天了，离了婚，现在打算重新下海。赵叔，我要重新买船，组建捕捞队，缺一个舵手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都3年没下过海了。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跟着你出海？赵叔，3年前你是这条海岸线上最好的操舵手，如今你依旧还是。经验这东西丢不了。行，我这把老骨头再跟你拼一回。周叔、大强，你们来了。周叔，我听说你不是搞养殖去了吗？你这腿是怎么了？别提了，搞养殖把攒的钱全赔了，后来就去工地搬砖，从架子上摔下来就成这样了。海生哥，当年你解散了捕捞队，大家没了主心骨，都各奔东西，如今日子过得都不怎么样，是我的错。当年我为了完成林叔的嘱托，把你们丢下了。不过现在我回来了，以前欠你们的，我会慢慢还你们。海生哥，我现在小区当保安，我媳妇嫌我没出息，带着孩子跑了。现在你重新出海，我没什么可犹豫的，我跟你干。海生，当年我跟着你干，如今我成了这样，你要是不嫌弃，让我当个小工给口吃的就行。既然我把大家都找回来，今后肯定不会亏待你们。今后出海的收获还按以前的老规矩，我给你们每人5个点。小雨，今后你就不用跟我一起出海了。海生哥，你这是不要我了吗？你想哪儿去了？你是女孩子，下海捕鱼这种粗活是我们几个老爷们干的。后勤工作就交给你了，我们负责捕鱼，你负责卖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刘叔，你这船给个实在价，可以的话，我今天就买下来。海生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这船才用了2年，保养的好好的，要不是我急用钱，打死我也不卖，一口价45万。好，不过船上的设备你得给我留下。行，够爽快，那我也不跟你磨叽，船上那些东西都留给你。陈海生，你给我等一下。姐夫，听说你上次出海赚了60万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？谁是你姐夫？我跟你姐已经离婚了。小陈啊，咱们可是一起生活了3年的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海生，前段时间我心情不好，跟你离婚是闹着玩的。你把你赚的那60万给我，我同意跟你复婚。你们当初把海生哥赶出来，现在看他赚钱了，又想让他回去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林雪梅，你搞清楚，咱俩离婚证都已经领了。离婚那天我就说过，以后我过得怎么样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姐夫，你别闹了好吗？你永远是我林雪峰的姐夫，以后我保证让我姐什么都听你的。以前你不是说我是废物吗？怎么想说好话把我哄回去，继续给你们当牛做马，等我没有价值再把我赶出去？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，我们这可是为了你好，出海那么危险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赚的钱不也没命花吗？你这人会不会说话？海生哥福大命大，他肯定比你们所有人活得都要久。你个小可爱，这里有你什么事儿？想缠着海生是不是？信不信我杀你？你敢动他一下，你试试。林雪梅，我跟你们已经没有关系，识相的就赶紧给我滚！这船你还买不买了？买个屁的买！陈海生是我女婿，他挣的钱是我们林家的，他跟我们回去以后也不出海了，买你的破船干什么？我的钱是你们林家的，那我想问问，这钱你们打算怎么花？姐夫，来的路上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你这60万刚好够我买套新房子结婚，我娶了小文，
以后咱们一大家人其乐融融多好。是啊，小陈，你把钱给雪峰买房子吧，要是买船，那可就打水漂了。你们想的可真美，我把钱给你们，然后回去继续被你们骂废物，继续看你们眼色，过猪狗不如的日子。老公，我承认以前对你是有些刻薄了，大不了以后我们让你上桌吃饭，晚上允许你跟我睡一间房，这样行了吧？我现在看见你们全家人就恶心，赶紧走！陈海生，我姐都那样说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宁可把这笔钱扔海里，也不愿意帮我结婚，是不是？你给我撒开！你再敢对海生哥动手动脚，信不信我把你扔海里去？刘叔，把合同拿过来，签了字，我现在就给你转钱。海生，你可想好了，签了字儿可不能再反悔了啊！别管他们，刘叔，我今天本来就是来买船的，你这船我要定了，谁拦着都没用。陈海生，你要是敢在上面签字，复婚的事情就永远也别想了。没错，陈海生，我姐愿意跟你复婚，那是看得起你。等你老了，还是后悔都没地方哭。陈海生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想给你回林家的机会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后悔？后悔你大爷！好，陈海生，你要是这么狠心，那你可别后悔，以后你就是跪下来求我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你复婚。陈海生，我女儿跟了你3年，你以为离婚了就没事了是吗？你必须补偿我女儿这3年的青春损失费。对，告诉你陈海生，你要是不赔我们家200万，我们就去告你。你们太过分了！海生哥以前为你们家付出了多少，你们现在还这么对他，简直太没有人性了！你给我闭嘴！陈海生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就去告你出轨，让你身败名裂。小丫头，只要他陈海生愿意拿钱补偿我，我同意跟他在一起。反正是老娘不要的东西，让给你也无所谓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小雨，别理他们，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那3年，我就当养了3条狗了。陈海生，你骂谁呢？信不信我？一群乡下人，跟他们没什么好说的。妈，姐，他们走。陈海生，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，你可别后悔。海生哥，我算了一下，买船的钱加上今天又买了些设备，咱们现在手里剩下的只够2趟出海的油钱。怕什么？有船就有鱼，有鱼就有钱。我的技术你还不放心？我不是不放心，我是觉得不真实。几天前我还在海滩上捡贝壳，你回来以后，生活一下子就变了。小雨，你放心，今后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。海生哥，你以后变成有钱人了，你还会不会又像3年前那样一声不吭的走了？以前我离开是为了完成林叔的遗愿，今后不会了。那行，明天出海注意安全。你要是敢出事儿，我就把你家那老宅子卖了。放心，我一定平安回来。海生，咱们往哪个方向走？去北郊，那片海域我3年前探过，底下有条海沟，水温变化大，容易聚集鱼群。这些年没人去，货应该不少。北郊那边暗礁多，咱们这渔船不小，不好进去啊。我知道，所以咱们不靠近礁石区，在海沟边缘下网。赵叔，你记得当年咱们下网的那个位置吗？记得，你当年画的那张海图我还留着。这是我3年前画的，没想到赵叔你保存到现在。3年前，你闭着眼睛都能在这片海里走个来回，现在还能行吗？行不行？等会儿下了网就知道了。网放深一点，贴着海沟走。明白，放心吧，海生哥。发动机温度有点高，我刚才调了一下，应该没问题。辛苦了，老周。你这腿在船上吃得消吗？放心，我这腿走路是费劲了些，但在船上我不用来回跑，2只手够用就行。海生哥，咱们要等多久？2个小时。大家先吃点东西，养足精神，收网的时候才是最关键的时候。3年前，我就是在这里翻了船。3年后，我回来了，这片海欠我的，今天该还了。海生哥，网下去快2个小时了，一会儿要变天了，咱们啥时候收网？原本想着这一趟出海，至少能捞个5、6网。不过看着天色，马上就会有一场暴风雨，成败全看这一网了。就是现在，收网！海生，这一网看样子收获不小，我估摸着至少有上千斤，就算是一网普通的海鱼，咱这趟都不算白来。这是海生哥爆网了，是大黄鱼，野生的大黄鱼，这真的是大黄鱼，这是他妈的是海里的黄金啊！ 3年了，
3年没见过这种场面了，都别愣着了，继续收网，把鱼弄到甲板上。海生哥，这一网得有多少斤？最少1000斤。这些大黄鱼个头都超过2斤了吧？这得多少钱啊？4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市场价起步500，这一网200万，200万！海生哥，咱们发财了！海生，你他妈的还是当年的鱼王，这海更没人敢来，就你敢！海生哥，咱们再下一网吧，这么多大黄鱼，再捞几网，咱们可就发达了啊！还捞，要钱不要命了！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。大家赶快把鱼放活水枪里，起锚返航。是吗？一条都没有？好吧，麻烦张老板你帮我再打听打听，如果有的话，我高价收。苏总，林秘书，怎么样了？打听到了没有？整个江城的海鲜市场我都跑遍了，连一条野生大黄鱼都没找到，那东西实在是太稀有了。我知道，可这次来的贵宾点名要吃野生的大黄鱼，要不我去别的5星级酒店问问看。没用的，别的酒店就算有，顶多也就几条。那个家族几十号人，至少需要几10条大黄鱼，根本就不够。那怎么办，苏总？这次可是宣传咱们酒店最口碑的好会，要是错过了，那可是不小的损失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看来这机会咱们是把握不住了。喂，王小姐，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快，马上联系酒店的货车，立刻去渔村。苏总，这里。陈先生，我接到王小姐的电话，就马上赶来了。你真的捉到野生大黄鱼了？当然，这次只下了1网，捞上来的全是大黄鱼。那有20条吗？苏总，你太小看我海生哥了，你去船舱看看就知道了。真的吗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我的天，这么多野生大黄鱼！陈海生，你简直太神了！陈老板，我是江城国际大酒捞的，听说你们这次出海抓了1000多斤野生大黄鱼，是不是真的？陈老板，我是李记海鲜城的，你那些大黄鱼务必要卖给我一些，你说个价，我绝不还价。王老板、李老板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来晚了一步。陈老板的这批大黄鱼，我们帝豪酒店全包了。什么？你全包了？苏老板，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是啊，就算你们帝豪酒店财大气粗，苏老板，你吃肉也得给大家留口汤吧？小哥，你等等，让我们看看这些大黄鱼。让他们看看吧。我去，这真的是野生大黄鱼，这个头一条起码有2斤重。是啊，我都好几年没见过品相这么好的大黄鱼了。不行，今天必须得买下来不可。不好意思，两位老板，我刚才说过，这些大黄鱼我全包了。苏老板，求你手下留情，给我们匀一点行不行？是啊，苏老板，你给我匀几10条，下次你们帝豪酒店有什么需要，我老李绝无二话。匀你们一些也不是不行，不过我给陈老板商量的价格是市场价的2倍，你们打算多少钱收呢？苏老板，咱们都是开大酒店的，这点钱我们江城国际大店也出得起。陈老板，这样吧，这市场价鱼价500一斤，你这条起码有2斤，我按2000块一条，给我来200头如何？我出2300一条，给我来300条。两位老板，我只答应匀一点，你们一个200条，一个300条，总共就700、800条鱼，你们这一下就拿走了1多半。好了，我说一句行吗？2500一条，你们2家每人拿走100条，剩下的给苏总。苏总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同意。小雨，过来算账。大黄鱼一共1400斤，两位老板的200头是50万，剩下苏总的1000斤，按市场价2倍，加起来总共是146万。你听见了吗？140多万，一条船一天赚100多万。陈海生这小子，这是把龙王爷的宝库端了吗？他这次可真的是翻身了，真不愧是当年的鱼王，一出手就是厉害啊！海生，我今天第一次跟你出海，你就赚了100多万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赵叔，这只是开始。陈老板，我当初还想着用月薪100万挖你，现在看来100万少了。苏总，合作的事情
我还是不考虑了，我自由惯了，不喜欢被条款束缚。我理解，不过陈老板，你得答应我，今后有什么收获，务必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这个没问题。那陈老板，今后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苏总，合作愉快。你别叫我苏总了，今后叫我若兰就好。好，若兰，你今后也可以叫我海生。姐，你快看这个！100万，这不可能！100万，他一个臭打鱼的，怎么可能一天赚100万啊？都上新闻了，看来应该是真的。妈，咱们以前是不是对他做的太过了？过什么过？他陈海生能有今天，还不是因为咱们林家养了他3年？要不是咱们收留他，他早就饿死了。雪峰说的对，他欠我们林家的，一辈子都还不清。他现在发达了，更应该报答我们。可现在怎么办？我跟他都已经离婚了，他身边现在还有个小狐狸精，我看他8成是被迷住了，不肯跟我复婚。哼，离婚又怎么样？咱们养了他3年，这恩情他得还。离婚的时候他什么都没给你留，不能便宜了这小子。妈，你说的对，他陈海生欠我们的，咱们去要回属于咱们的东西，天经地义。这次咱们出海刨掉所有成本支出，一共赚了120万。周叔、赵叔、大强，这3张卡里有10万，你们每人拿1张。海生哥，当初说好的，我们拿5个点，10万块太多了，我不敢要这么多。是啊，海生，船是你买的，鱼也是你找的，我们只不过出了点力气，要不了这么多。10万块，我在工地搬砖1年才能挣到这么多。海生，你不用给这么多，每人给个1、2万就够了。你们别说了，没有你们，我这一趟也赚不了这么多钱，都收下吧。海生哥，小雨那份你还没给呢。是啊，小雨这丫头也出了不少力，咱们干完活，她一个人把渔船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小雨那份我当然没忘。小雨，这是你的20万。不行不行，海生哥，这太多了，我只不过是算算账，打扫打扫公生而已。小雨丫头，你就收着吧。海生的意思你还不明白？赵叔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给你们家的彩礼呗。这海生哥，你真是这个意思？别听他们几个瞎说，这是答应给你的分红，拿着吧。你如果不要，我可就给姓林的那一家子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先收下了。以后你要是缺钱，就从我这里拿。海生哥，小雨可是咱们村不知道多少人的梦中美人，你可得抓点紧啊，别让别人抢走了。吃饭都堵不住你这张嘴。等会儿吃完饭回去都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出发去蛟龙湾。海生哥，这一次你们去蛟龙湾，没有10天半个月回不来，这是我去庙里求来的平安符，希望你们能平安回来。小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海生哥，食物和水都搬到船舱里了，咱们该出发了。知道了，小雨，等我回来。起航，目标蛟龙湾。海生哥，咱们都出来1星期了，现在连1条鱼都还没打到，这一趟怕是要白跑一趟了。赵叔，往前继续开，前面有一片珊瑚礁，咱们在那儿下网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就是这里，下网。海生，船舱里的物资没多少了，渔船的燃料也不多了，最迟明天咱们就得返航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这一趟是不是白来，就看这一下了。大强，起网！我去，爆网了！咱们这次总算没有白来，是大白窗，市场价1000起步的大白窗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一网得有上千斤了吧？一网100多万，咱们发财了！别愣着了，赶紧搭把手，把鱼先拉上来。哈哈哈哈哈！一网100多万，海生哥，你简直太神了！看来这次咱们运气不错，这一片鱼群数量不少。大强，把蟹笼扔下去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周叔、赵叔，你俩把鱼分装一下，放活水舱。这下面有一片珊瑚礁，我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海生，这里可是远海，下面万一有暗流，那可是很危险的。放心吧，赵叔，我观察过了，这附近海水不深，没有暗流，我下去看一眼就上来。这一片珊瑚礁长得这么茂盛，看来是一片水中宝地，这么多海蟹，蟹笼估计也要暴龙了。
什么东西这么亮？难道是珍珠？我去，这么大的猪母贝！赵叔，海生哥不会有事吧？虽然海生的水性是咱们村最好的，但这大海可不比小江小河，弄不好人都得交代在里面。那咋办？不行，赵叔，我去拿到潜水服，我下去找找海生哥。等等，大强，海生好像回来了。海生，快，大家搭把手，我有重大发现。海生哥，你这是跑龙王爷宝库里寻宝去了吧？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大的猪母贝，这是成精了吧？这大玩意儿长这么大，至少得上100年了吧？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！好了，大家不要愣着了，把谢龙拉上来。咱们这趟出来算是收获满满，是时候回去了。苏总，这个月酒店的业绩比上个月翻了1倍，咱们酒店的口碑增加了不少。过2天金海那边有大人物要来江城，已经预定了咱们酒店。金海那边的大人物，那这次我们可要好好准备才行。海生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我刚打电话问过王小姐，她说陈先生他们那边应该返航了。不知道海生这次出海又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？苏总，你没事吧？快，马上备车，去渔村码头。苏总，您慢点儿，这地方路不平整，您注意安全啊！快跟上，这次陈海生带来的可是能让咱们酒店口碑大爆的绝世珍品，去晚了就被人抢走了。海生，我来了。若兰，你这么快就来了？我说苏总，你一个堂堂5星级酒店的大老板，怎么每次收货都要亲自跑一趟？你们酒店难道没人了吗？别人来我不放心，海生。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抓到这么多极品货，快带我看看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好，那你小心点。哎，海生，谢谢。你小心点，要是掉海里去，我还得下去捞你。若兰姐，我来扶着你吧。好，谢谢你了，小雨妹妹。大强，把咱们这次的收获抬出来，给若兰看看。天哪，这么大的大白鲳，海生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运气好而已，这次总算没白跑一趟。海生，这批大白鲳你无论如何都要全部卖给我。上次那些大黄鱼被那2个酒店分走了200条，我到现在还心疼呢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这次我刚回来就第一时间通知了你。行，我就知道海生你不会忘了我。你这些大白鲳，我按2000一斤收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你看怎么样？我的天，2000一斤，咱们这一趟至少捞了2000斤大白鲳，这不得400-500万了？我就知道跟着海生咱们都会发大财，太好了！这一趟下来，咱们每个人不得分个几十万？苏总，除了这些大白鲳，船舱里还有不少帝王蟹，大概有个1000斤左右，你要吗？要，当然要，也按市场价2倍收。行，那就都给你了。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件大货了。什么？你还有别的大货？若兰，苏大小姐。不好意思，海生，这珍珠简直太漂亮了，我一时看入神了。这个大家伙，你想怎么卖？我也不知道卖多少合适，要不若兰你说，我相信你。这么大的珍珠，不说是国内了，放眼全世界都实属罕见，这可是无价之宝。我估计，就算把我这酒店的现金流全部掏空，都买不起。海生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给你100万作为定金，把这个大家伙放在我的酒店里拍卖，不管卖出去多少钱，都是你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岂不是白白花了100万？你说错了。这个大珍珠放在我的酒店拍卖，到时候一定会吸引全国各地的富豪过来。到时候我们酒店增加的营业额，那可比100万多了。把这个大海蚌放在帝豪酒店，接下来酒店客流量必然暴涨，而我作为捕捞它的人，肯定也会被很多人关注。不过我现在没权没势，被太多人关注反而不是什么好事。若兰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你这边是否同意？你说，只要你愿意把这个大海蚌放在我酒店里，什么条件都可以。这个大海蚌还有珍珠，我都不要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了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个大海蚌和里面的珍珠要是拍卖的话，你知道能卖多少钱吗？若兰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当然，大海蚌和珍珠不是白给你的，我想用它换你的帝豪酒店51%的股份。你要换我酒店的股份？你放心，我成为股东之后，我只负责持股和分红，不会插手酒店的管理。帝豪酒店总投资4个亿。珍珠如果拍卖，价值至少2个亿，2个亿换51%的股份，这么算下来，我好像并不吃亏。另外，珍珠取出来以后，我能让大海蚌继续活着，依然可以作为季豪酒店的镇店之宝，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的能做到？我说出来的事情，就一定能做到。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里。如果我做不到，我就放弃股份。大海蚌取出珍珠还能活？放在酒店里就能引来源源不断的客户，酒店营收会持续暴涨。
我很快就能再投资一个5星级酒店。海生，我相信你。明天不，等会儿我就让人拟合同。我今天就把股份转让给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帝豪酒店的大股东。我代表帝豪酒店全体人员，欢迎你的加入。谢谢，希望我们今后合作愉快。海生，你先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准备一下股份转让合同。合同拟定好了，我们马上签约。陈海生，你果然在这里！陈海生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们找你好几天了，你是不是故意躲着不敢见我们？赶紧把钱给我们，不然今天跟你没完！肯定是，他就是做贼心虚。陈海生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30万，我们就跟你没完！陈海生，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再给我们家30万，我可以考虑跟你复婚。你们还没睡醒吧？我凭什么给你们30万？还有，若兰不是说过不许你们再踏进这家酒店？你们还敢来？若兰，哟，才几天没见，称呼都变了。陈海生，你果然傍上这家酒店的老板了，是不是？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，不肯找工作上班，只会吃女人软饭，我们都替你觉得丢人。陈海生，新闻上说你一天赚了100万，你现在发达了，当年的事儿总不能忘吧？你在林家3年，我们养了你3年。林雪梅，你说反了，这3年是我伺候你们，现在我们离了婚，你们家的破事跟我没半点关系。陈海生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忘了当年你跪在我家门口求我把雪梅嫁给你的时候了？我可没跪着求你过，当年是林叔让我照顾你们3年，我答应了。现在我不欠你。陈海生，你跟谁鬼混我们可以不管，但你在我们家白吃白喝，你现在有钱了，是不是该补偿我们？我在你家白吃白喝，你家的房子、车子，还有你上大学的学费，哪一样不是我掏的钱？那是你应该的。我家老头子跟着你出海遇难，这么点东西你就想把我们打发了？没门儿！就是，我爸那可是一条人命，在你眼里就值这么点钱？你少废话，赶紧把钱拿出来！我对你们林家已经仁至义尽，你们再继续影响酒店生意，我作为这里的股东，只能让保安把你们扔出去了。陈海生，你说你是这里的股东？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陈海生，没想到你现在还学会吹牛了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你一个打鱼的乡下人，会是这里的股东？我呸！还大股东？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？还想让保安赶我们出去？你凭什么让他们听你的？就凭他是帝豪酒店的大股东。海生，股份转让合同已经拟好了，你签字以后就是帝豪酒店的第1大股东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他真是这里的大股东？不可能！妈，他说什么？大股东？这酒店是5星级的，他一个臭打鱼的怎么可能？假的，肯定是他们合起伙来演戏。恭喜你，陈董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逸豪酒店的第1大股东了。苏总，合同我马上拿去公证备案。我记得上次就说过，帝豪酒店不欢迎你们。海生，海生，你听我说，咱们夫妻一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小陈啊，妈刚才太激动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这些年你在咱们家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？姐夫，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我给你道歉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以后保证什么都听你的。说完了，说完了就走吧。海生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够好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咱们重新开始行不行？我保证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。林雪梅，3年来我在你们家当牛做马，你们把我当外人。离婚的时候你说让我净身出户，休想拿走你们家1分钱。现在我已经跟你们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小陈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在我们家住了3年，吃我们的，住我们的，现在你发达了，总不能忘恩负义吧？我在你们家住了3年，房子是我买的，生活费是我出的，林雪峰的大学学费也是我出的。姐夫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现在手指缝里露一点都够我们吃一辈子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你想要什么？我结婚还差1套房子，首付大概60万。姐夫你结婚买房凭什么让我出钱？我是你什么人？你是我姐夫啊！
我跟你姐已经离婚了，你的姐夫找别人当去。保安，把这3位请出去。陈海生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？绝情？你们对我做过的事比我绝情100倍。我的天，这也太大了吧！比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还要震撼。你看那光泽像彩虹一样。这真的是天然的珍珠吗？太不可思议了！快，帮我拍一张合影，我要发朋友圈。苏总，今天开展第1天，大堂客流量比平时翻了5倍，很多客人都是从外地专门赶过来的。安保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水族缸周围安排了2道隔离带，4个安保人员轮流值守，所有靠近展柜的客人都要过安检。好，注意维持秩序。苏总，那位是省城最大的珠宝连锁品牌恒隆珠宝的李董，他身后的2个应该是他的助理。恒隆珠宝的李董，消息倒是灵通，开展第1天就亲自来了。32毫米以上，色泽顶级，天然的。我做了30年珠宝，第一次见到品相这么好的野生海水珍珠。李董，要不要联系酒店方面私下谈一下？不急，先看看还有谁盯上了这颗珍珠。这颗珠子的价格不会低。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张氏集团的张总？我在财经新闻上见过他。就是他，江城首富，连他都来了。给苏总打电话，就说我到了。张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苏总，我听说你们酒店搞到了一颗100年珍珠，本来以为是炒作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这颗珠子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计划下个月举办拍卖会，具体日期还没定。好，拍卖会我一定到场。这颗珍珠我势在必得。苏总，咱们的珍珠上热搜了，微博热搜榜第6，话题叫帝豪酒店100年珍珠，阅读量已经破2亿了。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珍珠，有生之年一定要去江城看一眼。听说拍卖价会破纪录，这些评论基本都是正面，不止微博、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上全是咱们珍珠的视频。有个本地探店主补昨天来直播了一场，在线观看人数最高的时候突破了200万。媒体那边呢？省台、市台都报道了。财经频道还做了专题分析，预测这颗珍珠的拍卖价可能会超过2亿。现在全国各地的珠宝商都在联系我们，咨询拍卖会的具体时间，想私下出价的有多少？到目前为止，收到私下报价17份，最高的出到1亿8千万，是恒隆珠宝的李董。17份报价，回复他们，就说拍卖会定在下个月，不接受私下出售。是。苏总，还有一件事，有个珠宝鉴定专家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，说这颗珍珠很可能是有记载以来最大的野生海水珍珠。什么专家？可靠吗？是京城收藏协会的理事，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退休专家，权威性很高。他的文章一发出来，又被转了好几万次。好事，权威专家背书，比我们自己打广告有用100。张总，您也来了，听说您上次说势在必得。李董的消息倒是灵通，这颗珍珠难得一见，谁不想拿下？势在必得谈不上，但该出手的时候，我从不犹豫。周会长，您老怎么亲自来了？ 100年野生活珠，
我这个玩了一辈子收藏的，怎么能不来亲眼看看？恒隆的李董，张氏的张总，京城收藏协会的周会长，申氏的钱董，全国珠宝行业最有钱的几个人全到齐了。各位老板大驾光临，帝豪酒店蓬荜生辉。苏总，咱们就别客套了，这颗珍珠我今天必须拿下，我出2亿5千万，现在就签合同。2亿5千万，李董，你这个价在拍卖会上怕是连门槛都摸不到，我出3亿。你们先别急，既然是拍卖，那就等拍卖会，到时候你们出价，我老周奉陪到底。哈哈，周会长说的对，好东西不怕等。不过我先把话放在这里，只要是正规拍卖，钱不是问题。海生哥，这次出海怎么样？探了一片新海域，底下的鱼群密度很高，下次可以带捕捞队过来。不说这个了，酒店那边怎么样？这几天珍珠的热度简直爆了，听说张氏集团的张总当场出价3亿。多少？3亿！海生哥，你捞的那颗珍珠值3亿。若兰给我打过电话，拍卖会正式开始的话，价格还会更高。我的老天爷，我在工地上搬一辈子砖也挣不到一个零头。海生哥，你当初就不该把珍珠白给酒店，3亿呀！不是白给，我拿它换了酒店51%的股份，酒店每个月有稳定的利润分成。长远来看，比一次卖掉更划算。海生说的对，捕鱼的人都知道，一网鱼不如一片渔场，股份就是鱼场，能年年打鱼。若琳姐说你一回来就去酒店找她，她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。我这就过去。你可算回来了，这几天你出海清闲，我可是被各路大佬围追堵截，电话都快打爆了。小雨跟我说了，张总出价3亿。不止张总，现在全国珠宝行业和收藏界的大佬都在盯着咱们这颗珍珠，私下报价最高已经出到3亿了。3亿不卖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那你觉得多少合适？拍卖会上这些人坐到一起，互相抬价，价格自然会往上走。而且拍卖会还能增加酒店的名气。所以你不着急卖，是想把场面做大了再出手？对，现在热度虽然高，但还不够。网上的新闻来得快，去也快，过几天可能就被别的热点压下去了。我赞成。那具体的拍卖时间定在下个月15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。另外，拍卖会当天不要只请珠宝商、收藏家、投资基金、拍卖行的人，全部请过来。好，我来安排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关注。关于帝豪酒店100年珍珠的拍卖事宜，我今天正式宣布，拍卖会定于下个月15号在帝豪酒店宴会厅举行。届时欢迎全国各地的收藏家、珠宝商和投资机构参加竞拍。苏总，有传言说有人已经私下出价3亿，想要购买这颗珍珠，为什么酒店方面还要坚持公开拍卖？这颗珍珠的拥有者陈海生先生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，这颗珍珠属于公众资源，应该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，让所有有意向的人都有公平竞价的机会。私下交易虽然方便，但不够透明，公开拍卖是对这颗世界级珍珠最好的尊重。苏总，拍卖会的起拍价是多少？起拍价为1亿人民币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万。苏总，将拍卖推迟到下个月，是不是因为目前的报价还不高？不是不够高，而是我们希望给全国各地的收藏家和珠宝商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。这颗珍珠的稀缺性决定了它值得一个最公平、最公开、最充分的竞价过程。我们不急于一时，我们想给这颗珍珠找到一个真正配得上它的主人。
本次拍卖标示物为野生百年七彩珍珠1颗，起拍价1亿人民币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万。1亿1000万，1亿3000万，1亿5000万，2亿，2亿5000万，3亿，3亿1000万，3亿5000万，3亿5000万，张总出价3亿50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4亿。韩总，你远在京海，何必专程跑到江城来凑这个热闹？张总，拍卖还没结束，公平竞争。这颗珍珠是世间罕见的珍品，我韩某人既然来了，自然要参与竞价。4亿，韩总出价4亿，还有更高的吗？4亿1次，4亿2次，4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韩先生以4亿的价格竞得这颗世间罕见的百年七彩珍珠。4个亿，真的是4个亿！海生，4个亿，这颗珍珠卖了4个亿。抱歉，我太激动了。刚才那个你别多想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激动而已。海生，珍珠最终成交价4个亿，扣除拍卖税费和各项手续成本，净收入大约3亿8千万，你应该得到一笔合理的分成。若兰，我当初说的很清楚，我用它换帝豪酒店51%的股份，现在股份我已经拿到了，珍珠拍卖的钱全部归酒店。珍珠最终拍出了4个亿，这个价格远超我当时的预期。如果1分钱都不给你，我心里过不去。这笔钱留在酒店账上，用来开分店，比你分给我然后存在银行里有用的多。海生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不像是个打鱼的。我只是觉得看长远比看眼前重要。好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妈，我大学同学前几天找我说他搞了一个海鲜贸易公司，要我入伙，1年至少能挣200-300万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他说现在正是海鲜贸易的旺季，只要投入一笔启动资金，把渠道铺开，订单根本接不完。1年200-300，那咱们家以后不就有好日子过了？妈，你想想，陈海生算什么？他不就是个打鱼的吗？我林雪峰开公司当老板，我要让他看看，没有他咱们林家照样能发达。好，我儿子有志气，妈支持你。启动资金，你要多少？姐，大概需要80万，我自己凑了5万，还差75万。75万？家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哪来的75万？雪梅，咱们把这房子拿去抵押，先凑一笔钱给雪峰做生意，等他挣了钱，马上就能把房子赎回来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拿房子去抵押？万一雪峰做生意赔了怎么办？咱们全家睡大街吗？姐，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这生意稳赚不赔，你就不能支持我一次？雪梅，你弟弟难得有这份志气。再说了，抵押又不是卖房，等挣了钱还上不就行了？随便你们。雪峰，你们那个公司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去了几天？订单多不多？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同学说渠道已经铺开了，第一批货这个星期就能出去，等货款回笼，马上就能看到钱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知道我儿子有出息。雪峰，你那个合伙人的电话打得通吗？我看新闻上说，你投钱的那个公司老板是骗子。怎么可能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？不可能！他昨天还给我发消息说去签合同。雪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把我拉黑了。那80万呢？抵押房拿的80万呢？80万，80万啊！那是拿房子抵押借的高利贷，这下全完了，全完了！妈，我错了，我被那个王八蛋骗了，我不知道他会卷钱跑路。妈，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房子没了，咱们林家完了。
姐，你去找姐夫，他现在有钱，只要他肯帮咱家，我可以给他磕头。那不是陈海生前妻那家人吗？又来了。上次被赶走了还不够，这次还有脸来。海生，妈给你跪下了，妈来求你了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海生，雪峰被人骗了，拿房子抵押借了高利贷。你要是不帮我们全家就得睡大街上了。海生哥，求你帮帮我们家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给你当小工。林雪梅，你也来了。海生，我们家这次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你就算不看在我们的份上，就看在老头子的份上，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们凭什么让海生替你们还钱？海生用了3年的时间来完成林叔叔的嘱托，他包了你们全家所有的生活开销，走的时候净身出户，什么都没带走。他当初离婚被你们赶出家门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他该怎么活下去？海生哥回渔村那天，身上连吃饭钱都没有。我答应林叔照顾你们3年，那3年里，你们怎么对我，我不想再说了。3年期满，我陈海生不欠你们林家任何东西。大强，送客。我当初瞎了又不是人，你原谅我吧。海生哥，我给你磕头磕一辈子，你救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。海生哥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你真的不欠他们了，从一开始就不欠。我知道，走吧，还有工作要做。海生，探鱼仪显示前方2公里处有大型鱼群，信号很强，体型不小。海鸟聚集的方向就是鱼群的方向。赵叔，往左前方转15度，全速前进。收到，左前方15度，全速。海生哥，这次咱们跑这么远，你说能捞到什么好东西？到了就知道了，让大家准备好下网，鱼群就在前方。是。下网，放深一点，贴着水温跃层走。好嘞，放网。起网。蓝鳍金枪鱼，海生哥，是蓝鳍金枪鱼！我的老天爷，这一网下去，少说也有20条。继续收网，小心别伤了鱼。这种鱼金贵，必须活着进速冻舱才能卖出好价钱。赵叔，把船停在前面那片礁石区，那里的海底地形复杂，应该藏着好货。我下去看看。好，你小心。海生哥，这只锦绣龙虾得有3、4斤重了吧？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的龙虾。不止，这条最大的怕是能破5斤。锦绣龙虾长到这个尺寸，少说也得在海底长了10几年。下面还有，我再下去几趟。海生哥，这一趟去了5天，比预期多待了2天。看到了一片新渔场，多待了2天。小雨，你猜我们这次捞到了什么？能让你这么得意，肯定是好东西。老周，开舱门，让小雨看看咱们这次的货。喂，张总，你赶紧来码头，陈海生回来了，一船蓝鳍金枪鱼，还有锦绣龙虾。陈老板，蓝鳍金枪鱼有多少？我全包了。什么叫你全包了？陈老板，我给你出最高价，你这些蓝鳍金枪鱼，
我出1斤3000，我出3500，4000，我全要了。陈老板，那只最大的锦绣龙虾，你说个价，我绝不还价。完了，帝豪酒店的苏总来了，上次那批极品货就是被他包圆的。海生，我接到王小姐的电话就赶过来了。听说你这次捞到了蓝鳍金枪鱼和锦绣龙虾。20条蓝鳍金枪鱼，8只锦绣龙虾，还有一批深海石斑，货都在船舱里，你上去看看。各位老板，不好意思，陈老板出海之前，我们帝豪酒店已经预定了这批货。又预定了？苏总，你不能每次都这样，你好歹给我们留点。就是，苏总，你们帝豪酒店吃肉也得让我们喝口汤吧？各位，帝豪酒店和陈老板有长期职工协议，他的货，帝豪酒店有优先采购权。是啊，陈老板，为什么你的货只供给帝豪酒店？要论诚意，我江城国际大饭店不输给任何人。王老板，帝豪酒店跟我签了长期职工协议，这是商业合作，不是偏心谁。陈老板，我无偿转让20%的股份给你，只要你以后捞到的极品海鲜分我一份。20%算什么啊？陈老板，你来我江城国际大酒楼，我给你30%，我出35%，外加全年分红。陈老板，我在省城有3家连锁店，给你40%。你们别跟我抢，陈老板，你来我这儿，所有采购权你说了算，你说什么价就什么价。各位老板，做生意讲究先来后到，帝豪酒店是我第一个合作伙伴，我不能辜负他对我的信任。陈老板，我也信你，我现在就信你，你说什么我都信，你就给我一个机会。对，陈老板，你不用换供货权，你就偶尔漏一点给我们，让我们也沾沾你的光。这样吧，等第2条船下水，产量上来以后，我每个月从出货里拿出20%，放到码头上公开竞价，价高者得，公平公开。好，陈老板一言为定，到时候你可别反悔。对，公平竞价，我们各凭本事。海生哥，刚才那些老板开出来的条件，比若兰姐给你的还高，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？若琳跟我合作的时候，我还什么都没有，但她信我。做生意，有些东西比钱值钱。我知道了。赵秀兰女士，你名下位于本市的房产因打压贷款逾期未还，现对该房产进行查封。搬去哪儿？我们搬去哪儿？48小时内自行搬离，带走个人物品，逾期不搬，法院将强制清退。老太太，法院查封的是房子，你们欠我们公司的120万高利贷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房子没了，钱还得还。我们真的没钱了，房子都被封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没钱？当初借钱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？稳赚不赔，3个月连本带利还清。现在呢？大哥，我被骗了，我的合伙人把钱卷跑了，我是受害者。我不管你被不被骗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3天之内见不到钱，后果自负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你要是不借高利贷去开什么破公司，咱们家的房子能被查封吗？都怪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怪我，当初拿房子抵押的时候，是你第一个支持的。你说我儿子有志气，你当时怎么不拦着我？还有你要是当初对陈海生好一点，把他拴住了，他现在3个多亿的身家，咱们家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？怪我。好，那我也问问你，当初是谁天天骂他臭打人的？是谁当众让他滚出林家？你们天天说陈海生配不上我，说他没出息，说他是个乡下人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谁对谁错？
两位看车，我们这边展车都是最高配的，价格不便宜。你们要是随便看看，那边有宣传册，可以拿回去翻翻。我想看看你们店里配置最高的商务车和越野车。先生，别看了半天，最后跟我说买不起，浪费大家时间。现在乡下人进城看车装大款的可不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怎么就是装大款了？我可没点名道姓，只是善意提醒。毕竟现在好多人买不起，就怪销售态度不好，也不看看自己口袋里有几个钱。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先生您好，我叫小周，我带您去看，请。小周这实习，怕是又要被人白嫖半天的介绍了。这两个人一看就是乡下来的，能买得起100多万的车？先生，这款车目前是顶配版本，裸车价128万。如果您觉得价格不合适的话，我们也有中配版本。不用中配，我要4台，2台顶配商务车，2台顶配越野车。四台，全部顶配。先生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刷卡，商务车128万，越野车88万，4台全款，今天办完手续。小周，快给这位先生倒咖啡，把财务叫过来。开始个小改造。经理，这两个人买车了，4台，2台顶配商务车加2台顶配越野车，全部全款，400多万的订单。陈先生，你买的这些车我们店里现货不够，有2台需要从省城调，可能需要等2、3天。我先给您把手续全部办好，到了第一时间通知您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陈老板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您看这4台车的业绩能不能算在我的名下？小周是实习生，很多手续流程他不懂，我做了10年销售，后续服务一定让您满意。我买车从头到尾都是小周在接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陈老板，您这话说的，小周他一个实习生，哪有资格接这么大的单子啊？公司规定实习期不能独立签单的。谁跟你说实习期不能独立签单？公司规定是实习期不能独立谈单，但小周从头到尾都按标准流程走的，有问题吗？陈先生，这是您的4把钥匙，谢谢您对我的信任。我当实习销售第1个月，从来没想过能遇到您这样的客户。不用谢我，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机会自然会来。好好干。陈先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销售。海生哥，4台车说买就买了，大强他们几个看到这些车，不知道得高兴成什么样。他们跟我出海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这是他们该得的。400多万的单子，400多万，我为什么嘴那么贱？你这个月业绩垫底，小周一个实习生，今天1天的业绩比你1个季度都多，以后收你那看人下菜的臭毛病。海生哥，这车这是你新买的？不是买给我自己的，这台给大强，这台给赵叔。2台商务车是捕捞队和加工厂的公用车，周叔腿不方便，商务车上下方便。海生，这是越野车，得多少钱？88万1台，2台越野车加2台商务车，400多万。400万！海生哥，这太贵重了，我贵重什么？你们跟着我出海，风浪里一起拼命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以后咱们的生意越做越大。你们几个是我最信得过的人，车只是开始。海生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你都照顾到这个份上。周叔，你腿不好，但你的手艺和经验是捕捞队最值钱的东西。以后你坐这车上下班，
不用再挤公交了。兄弟们看看，海生哥给我们买的车，88万的越野车。这车我在电视上见过，没想到咱们村里也能有这么好的车。赵叔，你们跟陈海生真是跟对人了，这老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我跟海生出第一趟海的时候，他说以后会越来越好。我当时以为就是多挣点钱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他说的越来越好是什么意思。赵叔，以后还有更好的，都上车，试试新车。海生哥，大强他们今天比过年还高兴。过段时间我也给你买一台车，你想要什么牌子？我不要，我平时就在村里和码头之间跑，用不上车，有电动车就够了。你现在是加工厂的财务主管，以后还要去帝豪酒店开会，电动车不方便，给你买一台普通的代步车，不用太好的。海生哥，你什么都替我想到了。我爸说你没有变，是真的，你对自己什么都舍不得花，对身边的人却从来不小气。我爸妈走得早，从小就没什么亲人，你们就是我的亲人。陈老板，按您的要求，老宅主体结构没动，只做了加固，墙面重新粉刷了，水电全部换新，院子加了排水系统，以后下雨也不怕积水。辛苦了，今晚在这儿做一顿饭，试试新厨房好不好用。海生，你还有这一手，这颠锅的手法比我们酒店后厨的师傅还熟练。在林家那3年，每天做饭练出来，一天3餐加夜宵，3年下来，刀工火候什么都会了。海生哥，今天的想起请我们俩来家里吃饭。老宅改造完工了，想请你们来试试新厨房。这段时间要不是你们2个，我的摊子铺不了这么大，一顿饭而已，应该的。你这顿饭我期待很久了，酒店后厨的菜再好吃，也比不上鱼王亲手做。我的摊子铺不了这么大，一顿饭而已，应该的。你这顿饭我期待很久了，酒店后厨的菜再好吃，也比不上鱼王亲手做的。这个火候绝了。海生，你真的不考虑来帝豪酒店当行政总厨？我给你开的薪资一定比捕捞队高。我是打鱼的，不是做厨子的，偶尔做一顿还行，天天在厨房里待着我受不了。海生哥，这汤熬了多久？鲜的不行。3个小时，文火慢熬，把鱼骨的鲜味儿都熬出来了。海生，妈知道你搬了新家，特意过来看看，这院子真漂亮，比以前好多了。有什么事直接说。海生，房子被法院查封了，高利贷那边天天上门，你能不能借我们几千块钱？一定还。上次在码头上我说过，从我跟林雪梅离婚那天起，我跟你们林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海生，不是我要来，是我妈非要来，我跟她说过，来了也没用。雪梅，你快跟海生说，你说以前是你的错，你说你后悔了，你说你还想跟他过。妈，别说了，走吧。雪梅，你快跟海生说，你说以前是你的错，你说你后悔了，你说你还想跟他过。妈，别说了，走吧。海生，你现在有别的女人了，你不认我也就算了，可你不能不管你雪梅呀，她好歹跟你做了3年夫妻，你不能让她流落街头。海生哥在林家那3年，你们让他吃过一顿饱饭吗？现在你们落难了，知道来找他了。你口口声声说他是你们家的女婿，说他应该帮你们，你们林家给他的3年，除了辱骂、轻视和驱礼之外，还有什么？又是满满一船。陈老板这趟跑了几天？5天，跑了趟远海。海生找到了一片新渔场，底下全是好东西，东星斑、帝王蟹、锦绣龙虾。我的天，还有一网大黄鱼，这得卖多少钱？这趟收成不错，通知记好酒店那边，让他们派冷链车过来。已经通知了，若琳姐说马上到。
海生哥，这一杯我敬你。跟着你出海这半年，我挣的钱比在工地上搬10年砖都多。我大强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那天在工地上跟你走。明天把钱给你前妻打过去，孩子的抚养费别断了。海生哥，你怎么还记着这个？说起来，咱们这帮人跟着海生，日子是越过越好了。可有些人也不知道林家那几个人现在怎么样了。我听城里送货的司机说，林家出大事了。周叔，林家出什么事儿了？林雪梅被公司开除了，债主天天去公司闹，老板直接让他走人了。林雪峰被追债的人打断了左腿，现在走路都得拄拐。赵秀兰中风瘫痪了，现在半边身子动不了，话也说不清楚，整天躺在出租屋里。一家3口现在全靠林雪梅打零工养活。海生，你打算管吗？我跟林家没有关系，他们的路，他们自己走。这趟出海，所有货加起来一共卖了230万，扣除燃油、人工和加工厂的运营成本，净利润140万。捕捞队今年的总利润已经破1000万了。够了。什么够了？钱挣够了。我当初回渔村的时候，目标是攒够买一条小渔船的钱，现在我挣够了。海生哥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小雨，我从回渔村到现在，一天都没有真正休息过，每一天都在拼命。我想停下来，休息一段时间。海生哥，你确实该休息了。这半年你瘦了10几斤，白头发都多了好几根。你想休息多久？不知道，可能1个月，可能3个月。我想出去走走，看看这片海以外的地方。去哪儿？还没想好。明天先跟大家说捕捞队的安排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是要宣布一件事。我要休息一段时间，暂时不出海了。赵叔，这条船以后你是船长。海生，你放心，你在的时候怎么干，你不在的时候我还怎么干。这条船我替你看好。海生哥，你不会是又要走吧？跟3年前一样？不一样。3年前我离开是因为要还债，这次我只是想休息。我想环球旅行，我还会回来的。我陈海生说过的话，从来不反悔。海生哥，你真的要走？昨天不是说过了吗？出去走走。走多久？去哪里？环球旅行，先飞欧洲，然后一路往东走，能走到哪儿算哪儿。以前在海上看过无数张世界地图，每一个港口我都背得出名字，但从来没真正去看过。现在有钱了，有时间了，想去亲眼看看。海生哥，你是不是又要像3年前那样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？你还会回来吗？还是说这次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？小雨，3年前我离开是为了还债，现在我离开是为了去看看这个世界。但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我买了2个人的票。小雨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我等这句话等了3年，以后不用等了。苏总，陈董刚才让人送来的，他说是给您的。多谢，这2个字倒像是他的风格。苏总，
小林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管好酒店，省城分店的装修进度每天给我汇报。苏总，你要去哪儿？休假，我攒了5年的年假，也该用了。不过，不是跟他同一班飞机。他有他要走的路，我有我要去的方向。一路平安，等你回来，酒店的新分店应该也开业了。海生哥，我第一次来机场，原来机场这么大。以后你会经常来的。这次咱们先去巴黎，然后飞希腊，从希腊坐船去意大利。去哪里都行，只要跟着你，去哪里都行。一路平安，等你回来，酒店的新分店应该也开业了。谁啊？若元，他说酒店的事儿交给林秘书了，让我们玩得开心。若兰姐就是这样，嘴上不说，心里什么都想着。走吧。